结婚3年，不知老公是谁，一次阴差阳错的相亲，认识了富可敌国的总裁龙泽焕。你叫我什么？男人低沉的嗓音，俯身低问。他承受不住地盘着她，低低唤了一声老公。错。男人加大力度，俊颜邪魅。苏沫受不了的连声求饶。龙哥哥，哥哥，我错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她怒，嫁给一个喜欢角色扮演的男人是什么感觉？抱歉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不好意思浪费你的时间，我会跟蒋琦说清楚，希望不会造成你的困扰。苏沫简直要被蒋琦给气死了，明明跟他说了已经结婚了，他竟然还安排自己来相亲，随即又苦笑一声，不怪蒋琦他们不信，连苏沫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已经结婚，这么多年又怎么可能相信他已经结婚3年？龙泽焕拧眉注视眼前的女人，穿着深蓝色长裙，优雅恬静，长裙将她的个子拔高，挺凹的事业线，挺巧的屁股，修长的双腿，每一处都堪称完美比例。苏沫没有得到别人的答复，微微诧异地抬起头，看向男人，如雕似刻的五官，浓密的眉毛下有一双深邃如同幽泉的黑眸，挺立的鼻梁，性感的薄唇，唇角微微勾起，透着几分魅惑，修长有力的指节，拿着一杯红酒，优雅地靠在椅背上，如同一幅画般动人心魄。这么年轻就结婚了。龙泽焕的声音低沉，声音很好听，带着天生的沙哑和磁性，语气并不轻浮，反而深沉之中带着疏离。是的，苏沫点头，有些事情他也不想。这个男人很危险，被他目光注视着，犹如被野兽盯着的猎物。既然已经来了，不如先陪我用餐，想忽视都难。苏沫犹豫，相亲的事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他而起，将他一个人丢在这里，的确不太好。想通之后，苏沫落落大方地坐到他对面。由于今晚参加了公司晚会，身上的晚礼服还没有来得及换，先前还觉得太小题大做，此刻看着对面男人西装笔挺的模样，他才谢天谢地没有换回来。龙泽焕招来侍者点了一些东西，看向对面低头正看着手机发呆的苏沫，放下酒杯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苏沫很想问蒋琦从哪里找来的男人，这个男人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，气场如此强大，不过微信发出去后半天没有得到回复，自觉有些不妥，便将电话静了音。听到龙泽焕的话语后，抬起头微微诧异：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笃定的话语让苏沫心里的疑惑再也问不出来，或许对方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要不然怎么会记不住相亲对象的名字？也因为这样，苏沫心里总算是好受一些。我叫苏沫，很高兴认识。苏沫。龙泽焕突然打断他的话语，目光深邃地凝视他的面容，专注的模样让苏沫有些无所适从。他这种眼神是什么意思？你认识我？苏沫下意识地问。苏沫，我是龙泽焕。他嘴角的笑意拉长，眼神玩味地注视着他的表情，只消一眼，龙泽焕就可以肯定苏沫不认识他。呵呵，竟然敢不记得他，真是有趣。一瞬间，苏沫感觉到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。龙泽焕，他没有听过，或者可以说他也不记得相亲对象的名字叫什么。最近公司面临变革，今天已经确定被人收购，而且还是被全球最有钱的龙腾集团收购，令曾经他们的竞争对手羡慕不已。今天是前任老总的告别仪式，弄得很隆重，如果不是蒋琦打电话来提醒，他都忘记还有相亲仪式。龙先生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苏沫客套招呼，如同对待自己的客户。龙泽焕修长的双腿交叠，黑眸闪烁，薄唇溢出森冷，浓眉微挑。苏小姐既然已经结婚，为什么还有人让你相亲？苏沫镇定自若的胡说八道，朋友误以为我跟老公的关系不好，可据我所知，你的老公似乎从未出现过。龙泽焕拿起红酒，轻轻的摇晃，说得无比轻巧。苏沫心里却如炸雷一般，惊讶道：你怎么知道？龙泽焕嘴角露出一抹冷意，深邃的目光直射他心底，却并未回答。苏沫凝眉看他，按理说没有几个人知晓此事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一向能言善辩的他，此时也被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弄得忐忑不安，握了握手中的电话，瞄了一眼，还是没有得到蒋琦的回复。龙先生，今天的事是我没有跟朋友沟通好，耽误你时间很不好意思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先走一步。苏沫提着包起身，优雅地朝着龙泽焕颔首，天蓝色的长裙将她衬得妩媚动人，如同海藻一般的卷发披在脑后，乌黑动人的澄澈双眼，翘挺的脖子，薄薄的红唇，笑容如云絮般轻盈，给人一种灵动优雅之感。龙泽焕保持着手拿红酒的姿势，注视着苏沫离去的位置，仰头将酒一饮而尽。苏沫走出餐厅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刚从餐厅里走出来，苏沫就被好几个人搭讪，好不容易摆脱。一辆玛莎拉蒂停在他的面前，车窗缓缓地摇下，一个英俊男人的面容
展现出来。上车，我送你。龙泽焕不容置喙地打开车门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苏沫摇头，这个男人很危险，还是不要招惹为好。本来以为他会走掉，哪里知道他没有犹豫地打开车门走了出来。黑色西装外套已经被他脱掉，里面是一件白色衬衣，纽扣一丝不苟的全部扣上，手腕上戴着名贵的劳力士，隐约从袖子里露出来。男人很年轻，气场极强，周围围来那么多人，但他就是中心。身高1.9米，身线修长，步伐略沉，一派从容。难道你想在这里让别人围观？龙泽焕黑眸扫他一眼，抓住他的手腕，不容苏沫反抗，将他扔进了车内。喂，你放开我！苏沫没想到他这么霸道，不满地瞪向他。龙泽焕进入驾驶室，深邃的目光斜睨他一眼，无所谓道：“苏小姐，请放心，我对人妻不感兴趣。”苏沫恶寒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他这句话带着嘲讽的意味。坐在全球限量的跑车内，心里愤愤不平，竟然强制将他拉上车。有钱了不起？是，到哪里？龙泽焕斜睨着他问道，目光深邃如墨。凤凰小筑。苏沫报了地址，余光能够感受到他灼热的视线。偏头轻哼一声，车里很安静。凤凰小筑距离餐厅不远，20分钟的路程。车子在大门口停下，苏沫同时回神，朝着龙泽焕说道：“希望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。”说完就去开车门，可是车门紧紧地锁着，拉了2下也没有打开。苏沫略微诧异地回头，龙泽焕神色慵懒地斜靠在车椅上，左手握着方向盘，右手抬起，眸光注视着他，四目相对。他像是黑暗中的猛兽，一双犀利幽深却又好看的眼眸，足以让女人沦陷和窒息。苏沫失神的刹那，脸庞感觉到一双细长的手指轻轻滑落，所到之处泛起颗粒，炙热的连身体也随之僵硬。你说不要再见面。龙泽焕的声音低沉沙哑，怜惜的味道颇具诱惑力。苏沫感受到危险，但很快冷静下来，抬起手将那只不安分的手拉了下来，神色自若道：“龙先生，我对你也没有兴趣，当然没必要再见面吧。”男人深邃的眼眸泛起危险，邪魅地靠近他。你这样一说，我忽然对你有了点兴趣，怎么办？苏沫挑眉，轻笑出声：“龙先生说话还真是跟放屁一样，先前不是说对人妻不感兴趣吗？”龙泽焕俊颜靠近他，眼底闪过一丝邪佞：“你不知道吗？人妻玩起来更有感觉。”王八蛋！苏沫低咒一声，竟然敢调戏他，放我下去！龙泽焕冷眸一沉，挑起他耳边的长发，警告：“你是在故意引起我的兴趣吗？你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，我对条狗感兴趣都不会对你感兴趣。”苏沫拍开他不安分的手，威胁：“你如果再不放我下去，我要报警了，你信不信？警察来了都不敢管你我之间的事。”龙泽焕轻蔑一笑，车门咔嚓一声打开，苏沫打开车门就朝着外面走，哪知手腕忽然被人抓住，在他反应不及的同时，只觉唇边一凉，盯着近在咫尺的脸庞，苏沫惊讶地瞪大双眼，抬起手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，趁着龙泽焕不注意的同时，猛地推开他，跑也似的离开。龙泽焕凝视着苏沫离去的背影，摸了摸泛着痛的脸颊，薄唇微微勾起，眼底闪过一道寒芒。苏沫直到进入电梯，看到镜子里那张狼狈又慌乱的双眸，红肿的双唇，抬起手狠狠地擦拭一番。今天真是倒霉，遇到的都是什么人？简直就是流氓加无赖。倒是蒋奇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人渣，长得帅有毛用，至少人品要过得去好吗？电梯在关上的刹那，一双修长白皙的手伸了过来，电梯门再次打开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，高跟鞋哒哒的响着，身上穿着黑色晚礼服的响着，身上穿着黑色晚礼服，衬出修长凹凸有致的身形。女人的五官也很漂亮，那双狭长的眼尾轻轻挑起，妩媚之余透着几分刻薄。刚刚跟男人约会才回来。赵婷婷嘴角勾起一抹轻蔑，淡淡的问道：“不是？”苏沫直视着前方，语气清淡：“刚才我可是亲眼看到你从别人的车里出来哦，还是一辆全球限量的玛莎拉蒂，绑的大款，挺有钱的。”赵婷婷撩了撩耳边的卷发，风情万种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该挺的挺，该翘的翘，没有任何一处比不上苏沫。她竟然能找到那么有钱的男人，还真是小看了他。苏沫不想理他，解释起来反而让对方高估了自己的地位，看到有钱的男人就往别人身上靠，原来你也这么下贱。赵婷婷轻蔑的撇嘴，眼底闪过一丝轻视。苏沫皱眉，不满地说：“赵婷婷，我们只是同事，我的私人生活是什么模样，关你屁事。”叮，电梯到了，苏沫不再理会，踩着高跟鞋，优雅大方地出了电梯。哼，表面装得跟个大小姐似的，背后还不是一个骚货。赵婷婷撇了撇嘴，这句话看似压低了声音，但还是落入了苏沫的耳中。在电梯关上的刹那，赵婷婷拿出包里的手机，翻到一张照片，车内一男一女动作亲昵地靠在一起，四目相对，
暧昧至极。由于光线的缘故，男人的面容有一些模糊，但熟悉的人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是谁。被富二代包养，我看你怎么解释？赵婷婷得意洋洋地收回电话，放入包里，眼里闪过一丝嫉妒。苏沫从包里拿出钥匙，看到电话正亮个不停，打起来一看，竟然有5通未接电话，而且全部都是蒋奇打来的，想来是为了查他最后感想的。苏沫一只手拿着手机，右手开门，电话很快接通，传来蒋奇咆哮般的怒吼：苏沫，你在搞什么？我不是说了让你去餐厅相亲吗？别人等了你足足3个小时，你这是闹哪样？开门的动作停了下来。苏沫不解地问：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已经去了吗？我正想跟你说呢，你找的，去你个大头鬼！你什么时候去的？陈昭然现在都还在咖啡厅里等着你好不？咖啡厅？他去的是西餐厅，他要相亲的对象不叫龙泽焕，而叫陈昭然，意思是他刚才找错人了。一想到昨天的糗事，便有种拿头撞墙的冲动。他怎么就那么二呢？在没有搞清楚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，竟然直接说自己结婚什么的。那个龙泽焕也是莫名其妙，既然不是他的相亲对象，为什么还要表现得那么像？如果不是他误导了自己，怎么可能跟他说那么久？坐在镜子前，将妆容画得厚重一些。今天新任总裁将要来公司考察，他不能顶着黑眼圈砸了自己的饭碗。等一切收拾妥当后，手机震动起来，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名字，神色变得不自在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按下通话键，耳边传来方婉如的声音：苏沫，晚上回来吃顿饭。苏冉回来了。苏冉回来了，他不是在美国读书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苏沫转了转眼珠子，歉意道：妈，我今天有点事，恐怕没时间，要不我周6休息的时候再。什么没时间？你给公司请假不就行了吗？他的回答没有令方婉如满意，语气也变得不耐烦。今天公司有重要的事交接，不能请假。苏沫手指玩着手包的袋子，漫不经心地回答：苏沫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方婉如冷声。电话传来，嘟嘟的繁忙音。苏沫耸了耸肩，不想放在心上。刚刚走到公司，就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：裁员。全部人员聚集在15楼的会议室内，窃窃私语。前任总裁走上台，扫视一眼四周。现在我们欢迎龙腾集团的龙总裁到来。场面下的人无精打采地拍着手，可见没什么热情。试想刚被收购就要裁员，哪还有最开始的荣耀和兴奋？苏沫站在最后面的位置，由于他的身高本身有优势，饶是站在后面也能引起别人的注意。男人走了出来，1.9米的身高，身线修长，纯手工打造的黑色西装将他衬得更为高拔冷酷。短发下一张脸英俊的让人屏住呼吸，英姿飒爽的剑眉，深刻的双眼皮，深邃的眼眸，五官也立体深刻，好帅！在场每个人的心里忍不住感叹一声，帅得让人不敢直视。唯有苏沫在看到这张脸时，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他竟然是龙腾集团的总裁。从他进入会场刹那，每个人屏住呼吸，女人沉浸在他的英俊外貌上，男人臣服在他的强大气场中。前任总裁马国辉将话筒恭敬地递给龙泽焕，修长有力的手掌握着话筒，却未第一时间开口，深邃的黑眸似乎在打探什么，若无其事地扫了一圈，最终准确无误地落在苏沫脸上。他今天穿着白色无袖衬衫，套着黑色长裤，长发整齐细致地束在脑后，脸上的妆容比昨日浓厚，少了昨日的灵动优雅，多了职场女人应有的干练。经过层层人群，四目相对，在苏沫并未反应过来之际，便已云淡风轻地移开了视线，仿佛刚才被他注视到的感觉只是一种假象。苏沫心里嘀咕，怎么这么倒霉？昨晚相错亲的人竟然是新上任的总裁。昨晚闹得那么不愉快，这人人品又差，应该会直接将自己开除掉吧。龙泽焕眸光顿时冷冽，双眸鹰隼般锋利，冷漠的声音透着冰一样的寒冷。龙腾集团不需要废物，只需要一句话。每个人心脏紧锁，有不甘，有愤怒，有强烈的不屈服，意思很明显，只有废物才会被最终淘汰，最终离开龙腾集团。而在场的人，哪个不是自诩为精英？谁愿意在被裁员的同时还被打上？苏沫心里冷笑，一来就用激将法，不愧是大集团的总裁。龙腾集团全球最有钱的贵族，旗下集团涉猎范围有广，最为出名的便是他拥有天下最多的油田开采权，从中东到如今的海域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龙泽焕，天子骄子，上帝的宠，生下来便拥有王子般尊贵的身份，可他对于外界来说却一直低调神秘。3年前开始，他渐渐地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手段犀利，冷酷无情，如今直接下手收购威远，涉猎最为赚钱的房地产行业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同传闻中那般孤傲冷峻，轻轻松松的10个字，就让威远公司内上千名员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龙腾集团，苏沫眉头微拧，
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。苏沫，一道冷静沉着的声音打破了沉默，众人的视线齐齐放在他的身上，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是谁。被富二代包养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赵婷婷得意洋洋地收回电话，放入包里，眼里闪过一丝嫉妒。苏沫从包里拿出钥匙，看到电话正亮个不停，打起来一看，竟然有5通未接电话，而且全部都是蒋奇打来的，想来是为了查他最后感想的。苏沫一只手拿着手机，右手开门，电话很快接通，传来蒋奇咆哮般的怒吼：苏沫，你在搞什么？我不是说了让你去餐厅相亲吗？别人等了你足足3个小时，你这是闹哪样？开门的动作停了下来。苏沫不解地问：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已经去了吗？我正想跟你说呢，你找的，去你个大头鬼！你什么时候去的？陈昭然现在都还在咖啡厅里等着你好不？咖啡厅？他去的是西餐厅，他要相亲的对象不叫龙泽焕，而叫陈昭然，意思是他刚才找错人了。一想到昨天的糗事，便有种拿头撞墙的冲动。他怎么就那么二呢？在没有搞清楚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，竟然直接说自己结婚什么的。那个龙泽焕也是莫名其妙，既然不是他的相亲对象，为什么还要表现得那么像？如果不是他误导了自己，怎么可能跟他说那么久？坐在镜子前，将妆容画得厚重一些。今天新任总裁将要来公司考察，他不能顶着黑眼圈砸了自己的饭碗。等一切收拾妥当后，手机震动起来，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名字，神色变得不自在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按下通话键，耳边传来方婉如的声音：苏沫，晚上回来吃顿饭。苏冉回来了。苏冉回来了？他不是在美国读书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苏沫转了转眼珠子，歉意道：妈，我今天有点事，恐怕没时间，要不我周6休息的时候再。什么没时间？你给公司请假不就行了吗？他的回答没有令方婉如满意，语气也变得不耐烦。今天公司有重要的事交接，不能请假。苏沫手指玩着手包的袋子，漫不经心地回答：苏沫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方婉如冷声。电话传来，嘟嘟的繁忙音。苏沫耸了耸肩，不想放在心上。刚刚走到公司，就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：裁员，全部人员聚集在15楼的会议室内，窃窃私语。前任总裁走上台，扫视一眼四周。现在我们欢迎龙腾集团的龙总裁到来。场面下的人无精打采地拍着手，可见没什么热情。试想刚被收购就要裁员，哪还有最开始的荣耀和兴奋？苏沫站在最后面的位置，由于他的身高本身有优势，饶是站在后面也能引起别人的注意。男人走了出来，1.9米的身高，身线修长，纯手工打造的黑色西装将他衬得更为高拔冷酷。短发下一张脸英俊的让人屏住呼吸，英姿飒爽的剑眉，深刻的双眼皮，深邃的眼眸，五官也立体深刻，好帅！在场每个人的心里忍不住感叹一声，帅得让人不敢直视。唯有苏沫在看到这张脸时，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他竟然是龙腾集团的总裁。从他进入会场刹那，每个人屏住呼吸，女人沉浸在他的英俊外貌上，男人臣服在他的强大气场中。前任总裁马国辉将话筒恭敬地递给龙泽焕，修长有力的手掌握着话筒，却未第一时间开口，深邃的黑眸似乎在打探什么，若无其事地扫了一圈，最终准确无误地落在苏沫脸上。他今天穿着白色无袖衬衫，套着黑色长裤，长发整齐细致地束在脑后，脸上的妆容比昨日浓厚，少了昨日的灵动优雅，多了职场女人应有的干练。经过层层人群，四目相对，在苏沫并未反应过来之际，便已云淡风轻地移开了视线，仿佛刚才被他注视到的感觉只是一种假象。苏沫心里嘀咕，怎么这么倒霉？昨晚相错亲的人竟然是新上任的总裁。昨晚闹得那么不愉快，这人人品又差，应该会直接将自己开除掉吧。龙泽焕眸光顿时冷冽，双眸鹰隼般锋利，冷漠的声音透着冰一样的寒冷。龙腾集团不需要废物，只需要一句话。每个人心脏紧锁，有不甘，有愤怒，有强烈的不屈服。意思很明显，只有废物才会被最终淘汰，最终离开龙腾集团。而在场的人，哪个不是自诩为精英？谁愿意在被裁员的同时还被打上？苏沫心里冷笑，一来就用激将法。不愧是大集团的总裁，龙腾集团全球最有钱的贵族，旗下集团涉猎范围有广，最为出名的便是他拥有天下最多的油田开采权，从中东到如今的海域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龙泽焕，天子骄子，上帝的宠，生下来便拥有王子般尊贵的身份，可他对于外界来说却一直低调神秘。3年前开始，他渐渐地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手段犀利，冷酷无情，在1年前才慢慢地将重心转移国内，如今直接下手收购威远，涉猎最为赚钱的房地产行业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同传闻中那般孤傲冷峻，轻轻松松的10个字，就让威远公司内上千名员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龙腾集团，苏沫眉头微拧，
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。苏沫，一道冷静沉着的声音打破了沉默，众人的视线齐齐放在他的身上。苏沫错愕抬头，视线在空中与那双幽深的黑眸相遇，一股电流在四肢百骸激荡。什么事？犹如小兔子露出防备的姿态，语气略显急促。众人无比诧异地看着他，吃惊他竟然跟龙泽焕认识。我对这公司不太熟悉，你来为我介绍。龙泽焕不容反驳的吩咐，看他一眼，转身便走。喂！龙泽焕没有停下，消失在门口。前任总裁马国辉笑眯眯地走到他面前，讨好地说：“苏沫，没想到你跟龙总裁认识，快点去吧，别让总裁多等。我根本不认识。”苏沫试图解释：“苏沫，总裁亲自邀请你，要是得罪他，后果很严重。”马国辉提醒。苏沫沉默，感受到四周人探究的视线，对龙泽焕恨得牙痒痒。我去。苏沫不愿久留，咬着牙离开了会议室。走出会议室，发现他正和一位助理站在窗户边说着什么。助理手中拿着一叠文件。苏沫整理了一番态度，走上前，露出公式化的笑容：“总裁，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能帮到你？”龙泽焕朝着助理挥了挥手，助理恭敬地退去，望着他咬牙切齿的笑容。龙泽焕嘴角露出玩味般的笑意，眼神里却透着冷意。“苏小姐，那一巴掌很给力。”“什么一巴掌？”苏沫眨了眨眼睛，故作不知道地问：“我只记得昨晚打了一个骚扰我的流氓。”龙泽焕眸色微沉，不消片刻又忽地笑出声：“跟我装模作样，忘记我的身份了。”苏沫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，不知道龙总裁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呢？不明白的地方很多，比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上班？龙泽焕转身，斜靠在栏杆上，姿态慵懒，那视线让他躲闪不及，气势顿时被压倒。挑了挑眉：“我在这里上班需要向你汇报吗？我想说，我们之间很有缘分。”龙泽焕黑眸微挑，深邃的眼眸里露出玩味般的笑意。他站端身姿，一步步地向他走来，英俊贵气的面孔一点点靠近，让他下意识地后退。龙泽焕的身躯微弯，属于他的男性气息瞬间将苏沫笼罩。“苏小姐，是我的猎物了。”“猎物？什么鬼？”不等他问清楚，龙泽焕已迈着修长的双腿走向专用电梯。他站在原地，神色复杂地看着他，还有没有必要跟上去？他一个堂堂的大集团总裁，还需要他一个小职员介绍公司吗？随便一声令下，哪一个不会主动献上热情？这男人明摆着是在戏弄他，不想被辞退，就老老实实地跟上来。专用电梯打开的瞬间，龙泽焕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苏沫咬着牙关，他不能被辞退，至少现在不能。”踩着高跟鞋跟上，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刹那，疾步踏入。哪知高跟鞋的脚跟太尖，踩在电梯之间的缝隙，一个趔趄就要栽倒。结实的手臂搂住他的腰，灼热的气息再次席卷而来，戏谑的声音接踵而至：“这么着急送到我怀里，是想让我立刻将你吃干抹净吗？拜托你不要说风凉话行吗？我的脚很痛，说不定是崴了。”龙泽焕看向他洁白的脚腕处，黑眸微沉，不知道把脚从鞋子里拿出来。苏沫傻眼，他的脑袋进渣了吗？这么浅显的认知都给忘记了，立刻脱掉鞋，踩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一股凉意传来，还好没有崴脚，这样一边高一边低根本无法平衡身体，干脆将两只鞋都脱掉，蹲下将卡着的鞋子取了出来。电梯门这才再次关上，在关上的最后一瞬间，苏沫发现很多同事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心口一跳，刚才那一幕要是被公司的同事看到，不得成为一个笑话了。赵元炳，给你10分钟，买一双37码的女鞋拿到我的办公室。龙泽焕将手机放在耳边吩咐，余光瞄到苏沫的脚，加上一句：“要平底鞋。”“你怎么知道我穿37码的鞋？”苏沫不解地问。“我有长眼睛，会看。”龙泽焕坦然回答。苏沫撇了撇嘴，哼道：“看来总裁对女人很了解嘛，肯定风流成性。”当然。龙泽焕瞄了一眼他的胸部，评断：“资本不错。”“你。”苏沫抱着手臂关了他一眼。“流氓。”龙泽焕的心情似乎很好，嘴角露出一抹笑容，径直走出电梯。苏沫看着外面的地板，已经断掉的高跟鞋，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后，至少得穿上鞋子才能离开。进入总裁办公室，里面宽敞亮丽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进来，犹如水银洒落在地板上，高拔的身姿投射出来的暗影，犹如沉睡的帝王，令人膜拜。昨夜见到他时，只觉得他霸道又不可理喻，今天再见，竟然有种随时臣服于此的冲动。苏沫捏了捏手心，命令自己清醒一点。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自己只是他的一个猎物。你来公司多久了？龙泽焕在正对面的老板椅上坐下，靠着椅背问。3年。苏沫不自在地磨着脚。对于女人来说，不穿鞋就跟不穿衣服一样让人难堪。好巧。龙泽焕薄唇微扬，凝视着他的美眸。我也刚接手公司3年，总裁是想要炫富吗？苏沫凝眉，我是在拉近你我之间的关系。龙泽焕轻松回答，有这个必要吗？
苏沫不屑地反问：“别忘了，你是我的猎物。”龙泽焕交叉着双手，说得斩钉截铁。苏沫刚要反驳，办公室传来敲门声。龙泽焕瞄他一眼，淡淡的开口：“进来，给他。”龙泽焕示意对面的苏沫，转身离开。苏沫打开盒子，取出里面的鞋子，是一双简单却又不便宜的黑色平底鞋，与他身上的衣服裤子很搭，急忙穿在脚上，发现刚好合适，心中的大石头已然落下，笑颜如花的道谢：“多谢总裁，不知道这双鞋多少钱，我还给你，你确定要还？”龙泽焕起身，走到他的脚边，捡起袋子里的一张票据，看到上面的数字，嘴角玩味的笑意更浓。“给我看看。”苏沫一把抢过票据，饶是早有心理准备，看到上面的数字，惊愕地张开嘴：“119990，确定要还吗？”龙泽焕继续问。苏沫咽了咽口水，发觉穿的不是鞋，走的不是路，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。我还是不要了，这么贵的东西他消费不起。先前还觉得赵元炳有眼光，这哪里是有眼光，摆明了是坑他。你要是脱掉它，明天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。龙泽焕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苏沫的手僵在半路上，拧着眉：“你威胁我？”“对，我就是威胁你。”龙泽焕直白地宣告。苏沫终于发现自己犹如猎物一样掉进了坑里，进无可进，退无可退，咬着牙，不甘心地瞪着他，看着他居高临下，气质高贵，自信沉着的表情，忽的一笑，站端了身姿，对上他幽深的视线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猎人也会成为猎物。”先前裁员的哀愁反而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花痴。进入办公区域，就听到潇潇一脸桃花泛滥的表情：“龙总长得真是太帅了，怎么有那么帅的男人？简直帅得人神共愤。他不仅仅是帅，这个字能够诠释的好吗？你看那些明星也够帅吧？谁有龙总那样的气场？就是。从见到龙总之后，发现那些明星也不过是一副臭皮囊而已。哈哈。”苏沫对他们的话嗤之以鼻：“长得帅就能当饭吃吗？”“苏沫，你和总裁是什么关系？”企划部的潇潇没心没肺地问。其他人纷纷竖起耳朵，朝着他看来，唯有赵婷婷露出轻蔑的眼神。苏沫早有心理准备，讪讪地笑：“昨晚去相亲，走错地方，误打误撞认识的。真的吗？在哪个餐厅？”“苏沫，快告诉我叫什么名字，我今晚也去守着。要是能和总裁认识，那也是一种缘分。”苏沫看着他们花痴状模样，拿起手机趁机溜了出去。刚刚躲进茶水间，手机震动起来，看到上面的名字，浑身一怔，犹豫了好半晌，他才鼓足勇气按下通话键，连手心都是烫的。对方似乎没想到他最终会接通电话，愣了1秒后才狐疑的开口，声音温润清澈。“默默。”他的声音温润清冽，犹如沙漠之中的一缕清泉，沁人心扉。苏沫觉得自己好似在做梦，握紧电话，僵着身体一动不动，心里却激动得不知如何言语。“默默，你在听吗？”苏恒远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，也耐心到了极致。“在听。”苏沫忙不迭点头，双眸变得温柔至极，压抑住内心的激动，语气略显激动：“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昨天晚上回来的，由于时间太晚，怕打扰你。”苏恒远低低含笑道，笑意通过电话传入他耳膜：“怎么可能打扰？你想什么时候打电话都行。”苏沫一只手把玩着马克杯，一边问：“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？怎么才回来就准备让我走了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否定的太快，泄露心底的情绪，懊恼地抓了抓脖子：“默默，我不会再离开。”苏恒远似是叹息，提醒道：“别忘了下班回来，我们等着你。”直到电话挂断，屏幕漆黑，苏沫还没有从刚才的对话中回神。他打开手机，看到上面的通话记录，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敛了敛思绪。下班时间已到，可以收拾东西离开公司了。刚准备离开茶水间，便被一个女人拦住去路。赵婷婷抱着手臂，一脸愤怒地盯着他：“让开！”苏沫沉声说道。赵婷婷在看到龙泽焕的时候就吓了一跳，拿出手机仔细看了几眼，终于确定昨夜跟苏沫一起坐在车内的男人就是他。被人包养的滋味如何？赵婷婷轻蔑地笑着：“功夫挺厉害的嘛，连龙泽焕都愿意包养你，怎么茶水间一股酸臭味？”苏沫吸了吸鼻子，最终确认目标，拍了拍赵婷婷的肩膀：“先不说我没有被谁包养，我看你倒是很想被谁包养。你别胡说，你以为我会像你那么贱吗？”苏沫垂眸看了一眼，啧啧摇头：“真是可惜，挤得都变形了，也只有 B， 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真的。”“你……”赵婷婷咬着牙，愤怒地瞪着他。苏沫在龙泽焕那里受了一肚子的气，看到赵婷婷憋屈的脸，总算找回一口气，无所谓地挥了挥手：“与其在这里跟我争斗，不如回去好好锻炼功夫。你不是很在意这个吗？有些人天生便互为敌人，他不会天真的以为
能够轻易解除误会，如同当初的苏冉一般。外面天色忽变，先前还是烈日当空，此刻已然是乌云密布。等苏沫走出公司的刹那，瓢泼大雨倾盆而下，身边的人陆陆续续离开，有人目光探究地看他一眼，想询问却又忍住了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今天的事，很多人对他和龙泽焕之间的关系产生质疑。苏沫见时间已经不早，趁着雨水变小的那会，提着包跑向不远处的公交站。公司门口并没有直达苏家的车，也没有一辆公交车会到达西山别墅区，那里都是高档住宅区，要么私家车，要么出租车。头发因为雨水侵蚀有些散乱，站在空落落的公交站台前，苏沫伸头张望。下雨天的车有多难打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但到了现在，他还是不想低头让人来接。雨雾之中，一辆黑色深沉的宾利忽然在他面前停下，车窗缓缓摇下。又是他，他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龙泽焕。上车。龙泽焕不容置喙的语调，眼眸深邃地打量着他狼狈的样子，嘴角微扬。不，苏沫想也没想的拒绝，昂着头轻蔑地看着他，说上车就上车，他有那么随便吗？刚才的气还没有消呢，他可不想再次投怀送抱，送羊入虎口。不要让我说第二次。龙泽焕略带警告的语气，脸色略显低沉。不劳烦龙总，我打车就行了。苏沫露出一抹假笑，笑得漫不经心。龙泽焕目光幽深，眼中闪过一道邪佞的色彩。苏沫没由来的感到一阵蚀骨寒意。明明是夏天来着，男人没有动作，也没有离开的意思。拿出一支烟点燃，薄唇微起，吐出浓郁的白烟，弥漫了他的眼眸，令他变得朦胧却又危险。苏沫望天，黑压压的让人喘不过气。这个男人的气场将他笼罩，也令他无从招架。又不是只能在这里等车，换个地方，不碍着你的眼行吧？四周下着大雨，苏沫咬了咬牙，猛地冲入道路之中。刚走2步，一辆车急速停在他的面前，溅起的水扑了他一身，顿时成为一只落汤鸡。苏沫看向始作俑者，气得一脚踢在他的车上，愤愤地骂道：“你有病！”龙泽焕手执一把黑伞走了出来，抓住他的手腕，再次强迫性地塞入车内。浑身湿透的倒在真皮桌椅上，限量级的车内已经湿哒哒的，像是进了水一样。等苏沫坐起身来时，车门再次被某人关闭了。他极为不满地说道：“龙泽焕，你放我下去，给我闭嘴！”龙泽焕沉声呵斥，眼神冰冷，气息强大。苏沫打了一个喷嚏，揉了揉不舒服的鼻子：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喝忘记先前说的话了？现在猎物来到你的面前，不想成为猎人了？”龙泽焕玩味地笑着问。苏沫哑然，他不过随口说说而已，要把这位大总裁当成猎物一样欺负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对你这个猎物没有兴趣。苏沫不服气地回答。原来只对成为我的猎物有兴趣。龙泽焕毫不客气地曲解他的意思。苏沫嘴里嘀咕几声，偏着头不理他。去哪？龙泽焕无视他的愤怒，淡漠地问。苏沫无奈地叹气，知道不是他的对手，懒洋洋地靠着椅背，报了地址：西山别墅。龙泽焕深邃地看向苏沫，踩下油门，朝着西山别墅的方向。我记得你是住在凤凰小筑，我的家人住在西山别墅，不可以吗？苏沫语气不善地说。你的那个神秘老公。龙泽焕尾音往上扬起，戏谑地说道。苏沫一顿，烦躁地抓了抓湿哒哒的头发。管你屁事！龙泽焕嘴角露出嘲讽般的笑容，声音低沉。你老公叫什么名字？苏沫心里咯噔一下，没料到他突然问这么私密的问题，叫他怎么回答？要问他自己的老公叫什么名字？非常抱歉，他回答不了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苏沫觉得跑车内有些闷，可身体却很冷。龙泽焕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，仿佛在激吸他的狼狈。切，车内的温度很低。苏沫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，只觉得身上更冷了。龙泽焕伸手将温度调高，车内的温度渐渐提高，身体总算有了一些暖意，又把搭在椅背上的外套递给他，穿上。苏沫很想拒绝，可更不愿意感冒。到达西山别墅区的大门口，苏沫出口道：我在这里下，不害怕淋雨了。龙泽焕幽深的眸子逆向他，起身从后座拿出一把小伞，拿去。不要。苏沫推开他的手，将衣服也扔给他，还给你，身上已经成了落汤鸡，伞和衣服都没有必要。龙泽焕深邃的眼眸盯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眼神寒冷刺骨。走到一栋3层别墅前，一个女子温柔却刺耳的声音：这么晚才回来，姐姐是和男人约会去了吗？苏沫抬起头，就看到娇俏的苏冉站在门口，一脸含笑地注视着他。苏沫本身不是苏家的人，自然跟苏家的人不像。她个子高挑，优雅动人；苏冉则是玲珑娇俏，温柔贤淑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苏沫不想跟她斗嘴，淡淡地问道。我在这里等姐姐你回来。苏冉眸光闪动，看了一眼外面停着的车，轻轻地笑着说：姐姐，那辆车价值不菲吧？对方是什么人呢？苏冉看到了，回头看去，刚好能看到大门口的位置，而那辆车已经消失不见。
同事而已。苏沫故作镇定地看向苏冉，瞧他一脸不信的模样，更不想解释了。苏冉轻叹一声，关心道：“姐姐，虽然我没有见过姐夫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可要自重一些哦。”呵呵，不过是坐车回来就说他勾引男人。苏冉，你的脑回路还真够丰富的。苏沫早已领教过苏冉的本领，能够无害地将一些事实扭曲，再配上他温柔的外表，总是让人没由来的先相信他。曾经苏沫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为什么每次明明是苏冉做错了，反而还要怪他呢？后来深刻地意识到，只怪自己演技不够到家。苏冉，我不想回来，就跟你吵。苏沫觉得很冷，必须要先进去洗个热水澡。姐姐，我哪里是在跟你吵？苏冉还是一副公然无害的天真模样，委屈地撇了撇嘴，我只是不想你犯错，要是传出什么不好的传言来，你让别人怎么看待我们苏家？苏沫心情本来就不好，听到苏冉的话，也跟着假笑起来。苏冉，你这副表情在国外应该很吃香吧？骗了多少男人，他们知道吗？你别想诬陷我。苏冉秀眉紧蹙，脑海里浮现出那个高大英俊男人的轮廓。这一次回来，他就是听闻对方来到国内发展，所以才急匆匆的归来。那样犹如天神一般的男人，他苏冉绝对不会轻易放过。踏入房门是一处宽敞的客厅，里面用欧式风格装饰的格外高档。在德国进口的真皮沙发上，一个身形微胖、挺着啤酒肚的男人坐在那里抽烟。背对着的女人转过身来，看到苏沫和苏冉，微胖的脸上露出一抹担忧来。方婉如在年轻的时候算是一位美人，长期家庭主妇生涯让她身材发福，微微走样。她站起身来，连看也没有看一眼苏沫，径直走到苏冉面前，拉着她的手，担忧道：“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万一淋感冒了怎么办？刚刚才从美国回来，可别糟蹋了自己的身体。”妈，我没事，很久没有看到姐姐了，很想立刻看到她。苏冉脸上挂着纯真的笑容，望向前方站在原地的苏沫。方婉如瞄了一眼苏沫，眼底闪过一丝不屑，拉着苏冉就向沙发前走去，淡淡的说道：“现在有些人的翅膀变硬了，要让他回来一趟，还得好言好语去请才行。”苏沫听到他们母女间的一唱一和，自嘲般的一笑，这样的家庭一点也不自在，回来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咳。坐在沙发上的苏凯明轻咳两声，犀利的目光扫向方婉如，似是警告。方婉如轻轻撇了撇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跟着苏冉一同坐在沙发上，有说有笑。默默，一道清冽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苏沫缓缓抬起头，苏恒远站在沙发前，挺拔的身形，俊逸的面容堆满了微笑。苏沫仿佛在一刹那间得到了救赎，阴郁的心情消散，朝着苏恒远微微一笑：“大哥，好久不见，身上怎么都湿透了？先去换衣服吧。”苏恒远走到他的面前，一脸担忧地说道。苏恒远的个子跟苏家的人都不太一样，也是高拔的，差不多有1.85米。他穿着一身格子衬衫，一条浅灰色的长裤，将他的年龄显得更为年轻。我现在就去。苏沫心里暖暖，他都成这样了，只有苏恒远关心他的身体。时间不早了，开饭吧。苏凯明站起身来，语气清淡地朝着饭厅走去。冉冉，妈妈吩咐张嫂给你做了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方婉如笑着说道：“谢谢妈妈，我就知道妈妈对我最好了。”苏冉轻易地挽着方婉如的手臂，朝着饭厅走去。在说完这句话的同时，回眸挑衅地看了一眼苏沫。由于苏恒远背对着苏冉，所以这一幕只有苏沫能够看见。我先去洗个澡，你们先吃吧。苏沫朝他露出一抹微笑，迈开双腿踏上3楼。你动作快点，让全家等你一个人。你真以为自己是大小姐？方婉如不满地说道。妈，苏恒远不满地看向方婉如，朝着苏沫示意他先上楼。苏沫颔首，直接上了楼。已经坐在餐桌前的苏冉神神秘秘地说道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知道吗？姐姐似乎交男朋友了呢。怎么说？”方婉如好奇地问。苏冉瑟缩了一下，委屈地撇着嘴：“刚才我看他从一辆玛莎拉蒂车里出来呢，里面坐着一个男人，不准胡说八道。”率先开口的是苏凯明，皱着一张圆脸，眼神却无比犀利，这模样让方婉如颇为不满，瞪了一眼苏凯明：“你怎么跟女儿说话呢？她也不过是猜测而已，毕竟不是谁会随便搭一个男人的车回来。”苏凯明下颚紧绷，沉默不语。苏恒远眸光深远地注视着苏沫离去的背影，眼底闪过一丝阴影，很快被他掩饰，脸上又恢复到先前的温和笑容。苏沫冲了澡，换了身衣服下来，在苏恒远的旁边坐下，正对面就是苏冉那张天真的脸。恒远，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从明天开始就去公司上班吧。苏凯明说道，不是商量的语气，是。苏恒远没有拒绝，甚至可以说斩钉截铁的应下。苏沫微微诧异地看着他，还记得3年前他明明无比排斥的，今天竟然如此轻易地接受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你爸爸天天盼着你回来呢，你可算懂事了。
方婉如一脸幸福的表情，哥哥以后就是苏氏的总裁了，可不要忘记我这个妹妹了。苏冉朝着他调皮一笑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欣喜的笑容，期待着苏氏飞黄腾达。苏恒远的能力很强，在国外与朋友合伙开的公司，如今已经顺利上市。苏凯明的年纪始终有些大，跟不上如今的时代，急需要一个能堪重用的人。好在苏家有苏恒远，算是帮助苏凯明解决如今面临的难题。大哥，恭喜！苏沫举起酒杯，苏恒远眸光深深地注视他一眼，端起酒杯与他轻轻一碰，谢谢。苏沫朝他微微一笑，掩饰掉内心的烦躁，垂眸不敢再注视他的目光。由于苏恒远答应管理公司，苏凯明和方婉如都很开心，有说有笑的其乐融融。苏沫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煎熬，如此其乐融融的场面一点也不适合他，他觉得自己很多余，与这一家人格格不入。每次方婉如叫他回来，不是关怀他，而是为了让他看看苏家有多么和谐吧。默默正在沉思的时候，方婉如的视线忽然落在他身上。苏沫放下筷子，心里却有些不安，刚才还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这么快就变脸，未免变得太快了一些。以往的经验让他打起12分精神，等着他发难。默默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跟你爸爸看着也于心不忍。方婉如的话说得无比委婉，妈妈是什么意思？苏沫微微挑眉，心里已经猜到了个大概，压抑着内心的怒火。方婉如见他故作不知的样子，心里很是不满，脸上故作惋惜。默默，3年前的事，我们苏家多亏了你，现在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可是那个人根本没有出现，说不定早就不在世上了。一旁的苏凯明接话道，你也不能就这样耽搁自己一辈子，以后你的事就由我们来为你做主，一定会为你选择一个满意的丈夫。你说什么？苏沫惊讶地瞪大双眼，他有没有听错？又要让他重新去找老公，把他当成什么了？妈！苏恒远震惊地蹙起浓眉，难以置信地看向方婉如，我的话有说错吗？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们生你的家人总得为你考虑吧。方婉如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甚至觉得这是在帮助苏沫，一直这样下去，不是在浪费他的资本吗？苏沫垂着头，嘴角咧笑一声，那笑容看在苏恒远的眼中比哭还难看。他起身注视着方婉如，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，你给我站住！方婉如也跟着站起身来，愤怒地说道，苏沫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苏沫背对着他，紧紧握着拳头，反问道，到了现在，我还有利用价值？方婉如被说中心思，脸色变得更为难看，恼怒不已。我可是在为你考虑，要是其他人，谁管你这些事？姐姐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，总不能让你孤单一辈子吧？苏冉拉着方婉如的手臂，指责的目光看着苏沫，你以为我想管你的事吗？要不是柳家的人看上了你，认为你结过婚也无所谓，要不然我才懒得理你。苏沫苦笑，原来早就准备好了的，还是柳家的人，不知道这一次又能帮助苏氏增加多少资产呢？上一次他没得选择，庞大的恩情包袱压在身上，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。可是现在他已经有了已婚的身份，休想再让他做无谓的牺牲。原来是柳家，那可是京都有名望的家族呢，能够嫁去柳家，姐姐的命真好。苏冉一脸羡慕，眼里却满是嘲讽。苏沫双拳紧握，回过头看向不满的方婉如和沉默不语的苏凯明，坚定道，我拒绝。要不是柳家三少爷是一个痴傻，以柳家的身份能够看得上他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吗？却没有未料到苏沫会直接拒绝，对苏沫更是厌恶几分。够了！苏恒远低沉的声音顿时响起，掷地有声，让方婉如和苏冉也跟着怔了怔。高拔的身形站起身来，俊逸的面容透着冷漠，目光清冷地扫他们一眼，最终视线落在苏沫身上。我送你回去。迈开修长的双腿，来到苏沫的面前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径直出了苏家。苏沫的手被他捏得发疼，能够感受到他结实有力的手掌传来的温度和愤怒，如同3年前那般，他再次因为他的事情而变得愤怒。从小到大，大哥都是无比温和的一个人，对谁都是温文尔雅，让人感到舒心。可是在3年前，他答应要求之后，他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愤怒交加，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么疯狂的举动。3年过后的今天，竟然又再次重现。苏恒远将他塞入副驾驶，自己也小跑着进入驾驶室，系上安全带，踩下油门冲了出去。车内的气氛很安静，弥漫着淡淡的忧伤。苏沫担忧地看着他，见他紧绷着下颚，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仿佛要将方向盘捏碎。大哥，苏沫轻声唤道，露出一抹自嘲般的笑容，我没有事，你不用担心。苏恒远握着方向盘的手握得更紧，抿着下唇，一言不发。苏沫伸出手指戳了戳他结实的手臂，释然地笑，大哥，我现在已经独立，不会再让人随意操控我的人生，你放心吧，他们说的话我不会同意的。苏恒远的身体渐渐放松下来，朝他露出一抹温和宠溺的笑容。默默，
以后我会保护你的。哎，苏沫无比信任的点头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件事恐怕方婉如不会善罢甘休，就是不知道又会找什么麻烦。想到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，苏沫心里就有些烦躁。车子在他的公寓停下，苏恒远一边接安全带，一边说道：“我送你上去。”不用。苏沫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已经很晚了，大哥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要不然方婉如会更生气的，到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折磨她。”一直以来，方婉如就对他很不满，更不满自己儿子对他好，所以处处找他的错处。苏恒远下了车，走到他的面前，他长得很好看，玉树临风，翩翩公子，令人感到信赖。曾经在他最纯真的年龄，一颗心都放在他的身上，可最终只能这样惨淡收场。哥，我上去了。苏沫微笑，如今他已经让自己回归平静，再也不会有任何起伏。默默，苏恒远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凝视他的容颜。不过3年时间没见而已，她比以前更加漂亮。在商场上的磨练，让她不仅有着美丽优雅的外貌，还具有成熟魅力，再也不是那个无助到只会哭泣的女孩，已经变成能够独自抵挡风雨的女人了。苏恒远伸手想要抚上她的脸颊，可手刚要触碰到的刹那，苏沫下意识地躲开了，场面顿时变得尴尬起来。苏恒远的手僵在空中，俊颜正在原地。苏沫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竟然会防备他的触碰。为什么？他咧了咧嘴，却怎么也笑不出来，干巴巴地说道：“我上去了，再见。”不愿再留在原地，更不愿再抱有其他幻想。既然柳家的人他没有答应，那么大哥更加不行。现实里的一面，他比谁都要看得清清楚楚。苏恒远站在原地的位置，望着苏沫远去的背影，脸上的温和笑容早已消散，双拳紧紧地握着。上一次没有保护好你，没有能力保护你，如今上天既然给了机会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。默默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再欺负你。昨夜淋了雨受了凉，早晨醒来就感觉不舒服。更悲催的是，进入公司就迎来重大的任务，让企划部的人做一块地的开发方案。龙泽焕刚刚接手公司1天，就拿到了城南的一片土地，可见其面子有多大。企划案要求在1天内做完，其他成员早早的做好计划离开，唯有他留到现在加班。看到指针指向9点，苏沫从茶水间走出来，就看到一个人正站在他的工作区域，翻看桌子上的文件。男人身形高拔，得体的衬衫将他衬得英俊却又冷酷。黑瞳注视着文件，深邃的无法猜透情绪。他在看他的策划书。苏沫疾步走到他面前，一把抢过文件，不满道：“没有经过我允许动我东西，你懂不懂礼貌？”龙泽焕黑眸微挑，姿态傲慢，嗤笑一声，讽刺道：“公司里什么东西不是我的，连你也是我的。”语调故意停顿，让气氛变得暧昧异常，直到最终吐出“职员”2字，才将氛围化解。苏沫不敢再与他对视，害怕自己坠入那深不可测的地狱之中。他就不明白了，他既然已经有妻子，为何总是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？垂眸整理文件，客套又疏离地问：“总裁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吗？关心我？”龙泽焕注视着他略微苍白的脸，浓眉微蹙：“总裁，拜托你自恋也有个度好吗？”苏沫撇嘴，将文件收拾完毕，抱着回家，脚下突然挂到东西，身体一个趔趄，眼看就要栽倒。一阵头晕眼花之际，一双铁臂将他整个人揽入了怀中，胸膛宽阔有力，鼻息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，头顶的白炽灯晃得他更是眩晕。本身就有些感冒，1天没吃东西，身体已经快到极限。那个人的俊颜朦胧在光芒中模模糊糊，却能感到他炙热又讽刺的目光。这难道不是关心我吗？龙泽焕戏谑地说道。Baby， 他刚才是故意的。苏沫挣扎着要起来，腰身却被龙泽焕禁锢着，很快就没了力气。龙泽焕，你疯了！苏沫也顾不得他的身份，不满地呵斥道。龙泽焕薄唇微扬，浅笑道：“敢这么大胆了？”苏沫注视着他英俊的面庞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没有任何多余情绪的笑容，仿佛冰山瞬间融化。他的笑容很好看，浅浅淡淡的，却别有一番韵味。龙泽焕宽大的手掌放在他的额头，黑眉微蹙，淡淡道：“发烧了还加班，关你屁！”苏沫想说他多管闲事，话还未说完，手臂就被他拉着，直接拖到地下室，直到再次坐入他的跑车内。苏沫才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着急的去拉车门，可怎么也打不开。他恼怒不已：“龙泽焕，你什么意思？既然生病了，就给我老实点。”龙泽焕语调淡漠，将蓝牙耳机挂在耳廓上，发动车子。苏沫无可奈何，只觉得头更痛，人也有些眩晕，不知不觉竟然坐在椅子上睡着了。龙泽焕拨通电话，看到苏沫已经睡着，接通后刻意压低声音，略显深沉：“半个小时后来我别墅。”不等对方回答，
龙泽焕直接挂了电话。浓郁又呛人的烟味在鼻息间蔓延，苏沫受不了的咳嗽起来，人也跟着转醒，睁开眼，愣了1秒才反应过来是在何处。他竟然在车内睡着了，摇了摇脑袋，苏沫还觉得有些晕，四肢无力，没想到变得这般严重。醒了，低沉沙哑的声音从左边传来。苏沫偏头看去，衬衣领口的纽扣解开，露出结实的胸膛，手腕上的袖口挽起，修长手指叼着一根烟，烟雾弥漫，将他此刻衬托得更为性感且神秘。右手伸出一根食指，轻轻地敲击着方向盘，颇有节奏。苏沫迷惑了片刻，听到他的声音，顿时恢复清明，转身便去开车门。车门意料之外的被打开，他身体不稳地向外倒，好在及时抓住门把手才稳住。呵，你省省吧。龙泽焕吸了最后一口，将烟蒂扔掉，从车内走了出来。苏沫感觉到龙泽焕的嘲讽，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。他怎么在他面前老是出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现在身体不适，先回去休息，养足精神再跟他周旋。不，往后最好是装作不认识。苏沫拿起扔在车内的文件，起身离开。可刚起身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差点栽倒在地，最终再次落入一人怀抱。头顶的男人轻笑地说道：“这一次是你主动投怀送抱的吧？你。”苏沫气得牙痒痒，也不顾他的身份，一口咬在他的手臂上。你属狗的吗？龙泽焕强势地扶着腰身，搂着他直接迈向别墅。别墅区乃是京都最为神秘的帝豪别墅，只有10栋，深棕色的外墙透着低调与奢华，树木遍布，四面八方皆有摄像头，没有一处死角。可龙泽焕的脚步有一瞬间的停住，目光瞄向右边的丛林之中，只消一眼便已确定。他看着靠在怀里脚步虚悬的苏沫，双眸微垂，小脸苍白，紧紧抿着的下唇暗淡无光，没有再停留，搂着苏沫直接进入了别墅。苏沫靠在他结实又霸道的怀里，想要逃离却没有丝毫力气，心里渐渐妥协。他缓缓抬起头，看到他整洁放松的下颚，这个方位能够看到他的鼻子更为坚硬。人在脆弱时会下意识的去依赖，饶是一直强迫自己坚强的苏沫，在这一刻也不得不产生依赖的感觉。就这一次，就当是上司关心下属，等明日之后，他会与他保持距离，说他过河拆桥也好，总比犯错往后无脸见人来的减少损失。龙泽焕发现他的顺从，黑眸微垂，瞧见他正安静地靠在他的怀中，双眼迷离，带他进入宽敞的卧室，直接将他扔到床上，低声警告：老实的给我待着。不等苏沫反应是怎么回事，龙泽焕挺拔的身形走出房间。须臾，龙泽焕端来一杯开水，放在他的床头，面无表情。很快会有医生来。苏沫惊讶不已，望着那杯热气腾腾的开水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可是龙腾集团的总裁，天下最有钱的商人，权势和金钱汇集一身的男人，此刻竟然为他亲自倒一杯开水，他怎么不吃惊？废话多，龙泽焕一改平时冷酷霸气的模样，浑身放松，连语气也少了平时的气势。苏沫的确也累了，见他不会有其他动作，加上这一杯水的关怀，让他放松下来，倒在大床里，昏昏沉沉的脑袋也陷入了迷糊，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。龙泽焕走出卧室，听到门铃的响声，按下自动开关。一个男人刚踏入就忍不住抱怨：我说你要不要我活？刚从飞机上下来，正准备倒时差呢。你知道我有多长时间没休息了吗？足足48个小时。你当我是机器？赏你100万。龙泽焕双腿交叠地坐在沙发上，黑眸微挑，啧，这口气他喜欢。陈银石顿时展颜一笑，颇为狗腿地走到他面前，眼睛亮得像灯泡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龙泽焕从包里拿出烟，刚准备点燃，想到刚才车内某人咳嗽的场面，放弃了。得到金钱抚慰的陈银石动作迅速又麻利，不等龙泽焕吩咐，朝着客房走去。在卧室，龙泽焕起身朝着主卧走去，陈银石顿时像是见了鬼一般，长着嘴指着龙泽焕宽阔的后背，哆嗦道：他是谁？身为龙泽焕的私人医生，不仅对他的身体状况尤为了解，连他的生活习惯也清楚。龙泽焕是有严重洁癖的男人，一般人不可能进入他的私人领域，更别说进入他的卧室。对于有洁癖的人来说，那是他最后的底线。而今天竟然有一个人能够轻易地破掉他的底线，不管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他陈银石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再磨蹭2句，50万。龙泽焕回首用阴沉的目光扫他一眼，陈银石立刻恢复清明，在龙泽焕面前走神，损失实在太大了一些，眼睁睁地看着50万消失，他肉疼。进入卧室，亮着一盏微弱的灯，将房间里展现出几分温和。宽敞的大床上躺着一位女子，小小的身板只占了1/5，脑袋陷入柔软的枕头中，精致的脸蛋呈现出不正常的红晕。身为医生的陈银石饶是心头千万般疑惑，此时也不敢怠慢，
开始为苏沫做一系列检查，感冒有些发烧，给他打一针吃点药就没事了。陈寅时朝着伫立在门口的龙泽焕说道。龙泽焕的脸隐藏在阴影之中，微不可察的颔首。陈寅时已经着手行动。5分钟后，陈寅时从房间内走出来，来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态度。说吧，他是什么人？龙泽焕并未生气，坐在他的对面，双腿交叠，斜靠在沙发背上。我老婆。哈！陈寅时再吃一惊，张着大嘴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。他有没有听错？那个女人是龙泽焕的老婆。龙泽焕脸上的耐性在一瞬间消失殆尽，起身逐客，没你的事了，走吧。可是陈寅时心里一肚子疑问，但看到龙泽焕不甚烦躁的面庞，知道此刻不能多问，算了，反正他也困得要死，等回去睡个觉，醒来了再好好跟他谈吧，说不定这只是自己做的一场梦而已呢。他龙泽焕竟然遇到自己老婆，这应该是一场梦吧。别墅内陷入安静，龙泽焕站在阳台，将最后的烟蒂按在烟灰缸内，转身迈入卧室。吃了药后的苏沫脸色褪去苍白，变得红润，那扇澄亮的双眸紧闭着，紧蹙的眉头也随之放松，大掌放在他的额头，比先前的滚烫有所缓解。龙泽焕转身出了卧室，进入书房，又是一夜。苏沫睁开眼，看到陌生的环境，猛地坐起身来。宽敞的卧室，烟灰色为主调的装修风格，深沉内敛。左边的窗帘拉着，看不到一丝光线，赤脚下床，踩在柔软的地毯上。出了房间便是客厅，以黑白为主的简约风格。书房的门打开，龙泽焕从内走出来，他穿着一身灰色睡衣，短发微微凌乱，少了平时的冷冽，慵懒地看着他。总裁，昨晚谢谢你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始终帮了他，感激是应该的。龙泽焕走到旁边的茶水间，一边煮着咖啡，双眸惺忪地注视他。肚子饿了。苏沫愣愣的，完全没有料到他会用这种看着他，话语轻昵，命令自己冷静。又不是没有见过大场面，何必在他面前那么怂？我看看有什么东西。苏沫走向厨房，厨房简直比普通房子的卧室还要宽敞，应有尽有。打开冰箱，里面摆放着许多新鲜的蔬菜。难道他还会亲自下厨？苏沫没有深想，自己口味比较清淡，还是煮点蔬菜粥吧。30分钟后，苏沫从厨房里出来，用托盘端着2碗米粥和一盘蔬菜，放在桌上，抬眼看向书房。书房内的人仿佛知晓他的动作，下一秒打开房门，看到他，眸眼微挑，目光慵懒，俊逸的五官如同刀削，饶是此刻疲惫至极，也不失半分风度。龙泽焕走到桌子前，盯着桌子上的青菜，就这么点手艺，不吃拉倒。苏沫不想伺候这位大爷。龙泽焕瞪了他一眼，拿起放在手边的勺子，盯着眼前的食物，犹疑不定。苏沫偏了偏头，他一夜没睡，现在还不在状态吗？此时的龙泽焕看起来没有在公司里的凌冽，反而像是一个在梦游中的病人。看他迟迟没有下手，苏沫茫然不已，完全看不懂他这种状态是什么意思。难道嫌弃他做的东西不好吃，不够香？总裁，你那么聪明，连饭都不会吃。苏沫放下勺子，忍不住询问。龙泽焕抬起眸，你在嘲讽我？苏沫撇了撇嘴，就是嘲讽你，怎么了？你咬我，吃不吃随便你吧，反正我先填饱肚子，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呢。昨天的病来的措手不及，更没料到他竟然会被龙泽焕带回家。不过还是很感谢他的出手相助，要不然以自己当时的状况，能否回到凤凰小筑还是一个难题。龙泽焕见他吃的那么香甜，也不再纠结什么，拿起勺子先舀了一点放入口中，里面煮了蔬菜，一股清新的味道在口中蔓延，软软的让他浓眉微蹙。从小他都不喜欢吃粥。苏沫率先放下碗，望着皱成一团的英挺面孔，心里叹了一口气。龙泽焕被他看得不甚自在，放下勺子，对上他的目光，生冷道：不拿筷子，我怎么吃菜？看在他心情不佳的份上，苏沫也不计较他的指示，主动为他奉上筷子。我去做事。龙泽焕接过筷子，将眼前盛着米粥的碗推向对面，夹着盘子里的青菜，优雅地吃了起来。苏沫收回目光，心中失笑，还从来没有见过不爱吃粥的男人，真是奇怪。经过一夜休息，身体已然恢复如初，对龙泽焕尤为感激。收拾东西准备出门坐车前往公司，却被他叫住，强制地拉他上车。为了不引起其他同事的注意，苏沫在距离公司不远的地方下了车。龙泽焕看着他小心翼翼，犹如做贼一般的表情，浓眉微挑，心情不错。进入公司，苏沫就发现情况不太一样，同事看他的目光飘忽，躲躲闪闪，仿佛有什么秘密。回到自己的办公区域，刚刚进入大门，7、8双目光朝着他看了过来，有的疑惑，有的不屑，有的轻蔑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，问向潇潇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
不等潇潇开口，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响起：“怪不得总裁对你不一般，原来私下里是那种见不得人的关系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他一直跟自己不对盘，说出这种引人遐想的话，肯定有其他用意。你现在可是上新闻的名人，还想和我们装模作样吗？赵婷婷撩起耳边的长发，斜着眼看他。苏沫不太明白，发现四周人的目光都透着探究的意味，望向身侧的潇潇，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苏沫姐，你不知道吗？昨晚狗仔队拍到了你和总裁约会的照片，搂搂抱抱的进入他的别墅。潇潇一边说，一边将手机打开，门户网站上的新闻豁然可见，标题也让人浮想翩翩，八卦意味十足。龙腾集团总裁叶惠公司职员，怀疑是其情人。照片在黑夜里算不得多清楚，可认识苏沫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他。龙泽焕更不用说，本身就是一个无比耀眼的男人，谁又不认识？望着那张照片，苏沫整个人就愣住了。这的确是昨晚被龙泽焕带回别墅的照片，可要说什么情人，未免想太多了吧？现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还说什么和总裁在西餐厅认识的？我看这也是你胡编的吧？赵婷婷抱着手臂，一脸得意的冷笑。苏沫收回视线，望向赵婷婷。就算我和总裁之间认识，又能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？那你就是承认自己是小三了。赵婷婷扬起嘴角，脸底的笑容更浓。小三，龙泽焕和自己一样，已经结婚了。赵婷婷见他不回答，轻笑一声，你也不用装傻充愣，只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就会知道总裁实际上已经结婚，而你是介入他婚姻里的小三。苏沫吃惊不小，哪里有想到龙泽焕已经结婚？再说就算结婚，跟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些照片本身就是误会之下的结果。我和总裁之间清白得很，你也不用为了给我安排罪名。我不是小三。发现四周同事异样的眼神，苏沫也强调自己的立场。可那你怎么解释照片的问题？赵婷婷不急不慢地反问。现在苏沫已经无路可退，看他还能辩解什么？昨天我生病，正巧遇到总裁，关心我罢了。要是平时，苏沫也不想多做解释，可是牵扯到公司内部，又和龙泽焕有莫大的关系，他不得不说清楚，免得被人误会。关心你，既然生病了，为什么不送入医院，却要带你回家？你这解释未免太牵强了吧？赵婷婷咄咄逼人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和他之间清清白白，没有任何关系。苏沫拧着眉，不耐烦地瞪着他。赵婷婷一直和自己不对盘，总是处处找自己的麻烦，实在是烦不胜烦，不想再和他说无意义的话。苏沫转身离开办公区域，准备出去冷静冷静。这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得出去消化消化才行。从遇到龙泽焕开始，他就表现得极为暧昧，动不动招惹自己，已经跟他说清楚自己结婚的事实，仿佛没有放在心上。原来他也是在闹着玩而已，故意戏弄和消遣自己的吧。顺着电梯坐到了顶楼，这里是他的秘密基地，能从高拔的顶楼看向远方，才不至于显得自己渺小。拿出手机打开网页，上面的新闻也是各种揣测，好在没有照到正脸，才不至于被每个人看清。下面的评论则是一面倒，有人爆料出龙泽焕已婚的消息，开始不停地谩骂他是小三，有些话语不堪入目。苏沫肚子里也聚集了一堆的火气，这些狗仔去追明星就好了，竟然没事来追拍龙泽焕，害得自己也被人误会。关掉手机，深吸一口气，望着偌大的城市，想到自己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公，不知道他到底是生是死。纵然是一个残废，也不是不能见面，娶了自己总得给一个交代吧。停下！一道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苏沫的思绪被拉了回来，垂手一看，才发现自己竟然站在阳台边上，脚下只有一个不到膝盖高的围墙，若是不小心掉下去，将会粉身碎骨。回头朝着对方看去，正好对上那个始作俑者的眼睛，感激的话语顿时卡住，眸色也跟着沉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从边上走开，没有好气地问：总裁不是业务繁忙吗？也有心思来顶楼看风景？现在这家公司将是我在国内的大本营，来俯视一眼自己的地盘，有什么问题？龙泽焕浓眉微挑，来到他的身边，停下脚步，居高临下地俯视他。没有想到我的猎物也在这里。苏沫心里对他有气，冷笑一声：总裁真是好兴致，家有娇妻，还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不怕你老婆吃醋吗？哦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已经有了老婆？龙泽焕疑惑，难道他察觉到了问题？总裁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知道你的身份有什么奇怪的？苏沫脸色更冷，警告地看着他，希望总裁自重，整个公司里长得比我漂亮的也大有人在，不要再来招惹我，那样我会对你很感激。龙泽焕的黑眸微沉，发觉到他的语气不对劲，在他擦身而过的同时，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。苏沫被迫停下，凝视被他抓住的手，再抬起头看向他：谁让你走的？龙泽焕语气淡漠地说，眼底闪过一丝促狭：我还在上班，必须要回去，你放开我。苏沫动了动手腕，却被他越捏越紧，
手腕泛起丝丝痛意。我可以给你5分钟的假，把话说清楚。龙泽焕眸色深沉，黑眸内的光芒让人不敢反驳。苏沫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不再挣扎，疑惑地问：你要我说什么？你是从哪里知道我已经结婚的事？龙泽焕率先问。此事知道的人很少，一般不可能被人察觉。公司里的人都在说，网上也拔出了你的资料。不信，你看。苏沫打开手机，看到网页上的照片时就后悔了。被偷拍的事不是也被他知道了？自己为什么生气，他不也猜测到了？龙泽焕注视着手机里的照片，硬挺的五官顿时冷冽2分，眸色也随之加深。要是总裁你有新闻发布会什么的，希望你能澄清这件事，我不想被人误以为是小三。苏沫硬着头皮说：小三。龙泽焕轻嗤一声，将手机扔给他。